武功可以，不过现在不着急，些年后我安排一下。都听张姐安排。张姐，这个给你。张姐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本来前几日就做好了，一直不好意思给你。感谢你那天救了我姨娘，你不要嫌弃。既然你送了我礼物，张姐也会给你准备礼物的。今天你来的突然，明日我给你准备。多谢张姐，那我就先回兰花院了，就不打扰张姐休息了。玉儿，你忙完了吗？怎么去了这么久？翟思玉把刚才跟翟思莲的事情给他说了一遍。阿策，能帮我多要一张宫宴的请帖吗？我想这次带他参加宫宴。这个没问题，小事情而已。明日我就去找父皇。对了，玉儿，你说的宫弩已经做好了，明天你可有时间？想随我去看看吗？这么快？那明日我也要去，到时候让你看看宫弩的威力，可不要被吓到哦。玉儿，这是你要的请柬。父皇说宫宴当日也算是我们的喜事，家里多来一个人也没关系。怎么是2份？翟思天。父皇说既然下了请柬，那就全都来吧，宫里大容得下。不愧是帝王，思虑真周全。策哥哥，你来啦，爹爹已经在等你了。策哥哥？谁？这是谁？我他喵的，我都还没喊得这么亲热过。这是谁啊？金屋藏娇？策哥哥，你不给我解释清楚，老娘跟你没完！小策你来了，我已经等你多时了，东西都做好了，赶快进来。小策呀，这位就是你的王妃吗？正是。董老，这些日辛苦你了。他们闲聊了一会儿，就一起来到了一个房间里，里面堆放着董老做出来的弓弩配件。董老真是好手艺。他拿起一套单齿弩的部件，手速之快，只听见咔嚓咔嚓几声，眼前的部件便组装成了一个成型的手持弓弩。翟思玉拿起地上的箭矢，便往屋外走去。只见翟思玉拿出5根箭矢放在了箭槽上，然后把弓弦拉满，扣在箭矢的尾部，单手举起弓弩，侧身而立，肩、手臂、弓弩成一条直线，然后瞄准了对面上头的树干，手指扣动下方的扳机。此刻就见一支利箭带着破风之势，咻的一声，直朝着对面的树干上射去。玉儿，我的天哪，这武器威力这么大！董老，这是干什么？使不得，使不得！翟思玉赶快把他扶了起来。我毕生的愿望就是做出世上最厉害的武器，没想到今日终于愿望实现了，这要多亏你呀！玉儿，能让我试试吗？好啊，你去把对面的箭矢取回来，我再去组装一个。翟思玉很快进去，又组装了个秀弩，又拿了几根箭矢。太棒了，阿策，你学得好快。现在看看我的秀弩吧。说完，他露出了手腕上小小的秀弩，对着不远处的树干扣动了扳机，几支很小的箭矢直接没入了树干。王妃姐姐，你真厉害，我也想像你一样厉害。你喜欢吗？以后做一个送给你。策哥哥，王妃姐姐送我这个，我可以要吗？这个是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啊？王妃送你，你就拿着吧。真的啊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爹爹，我有礼物了，王妃姐姐送我礼物了。三妹在干嘛呢？张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今日来是给你送礼物的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张姐，这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，而且我也没机会穿，到时候弄坏了可就不好了。谁说没机会穿？张姐，这是新城宫宴的请柬，我能去宫宴？对，你没看错，这就是新城宫宴的请柬，不仅你有，而且翟思天也有。别愣着了，赶快去试试华服合身吗？不合身就去我院里找张嬷嬷改改。张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快进屋坐。哎呦，大小姐，快里面喝茶。这是新城宫宴2弟的请柬，我特意给他送过来。还有一套华服，是我送给2弟的新春礼物。2弟，你也试试这件衣裳吧，如果不合适，去我院里找张嬷嬷改改。是，多谢张姐。2弟穿这身华服真是不错，宫宴就在3日后，到时候你和莲儿就跟我一起进宫吧。多谢张姐，小弟定跟随在你身侧，保护你。天儿，你以后要对大小姐好，知道吗？她就是你的贵人，我们在府里的依靠。
姨娘，我知道了，长姐跟其他宫女不一样，我觉得跟她很有亲切感。就这些零散的部件，组装起来会有这么大的威力？儿臣也是第一次见，等下看看玉儿演示吧。圣皇，这个叫大型长弩，也可以叫车弩，适用于远距离攻击，而且威力极大。稍后民女来演示，可以先试试这个。今日朕就来试试这个弓弩，看看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。说完，他瞄准对面山坡上的大树，扣动了扳机，咻！一连几发箭矢破风而出，带着呼啸之声射向远处的树干。真是天助我胜天国，天佑我胜天国呀！阿策，你父皇会不会受不了刺激晕过去啊？这才试了第一个，这还有呢。父皇这些年勤政爱民，一心想着百姓安居乐业，平息战乱，可是总是事与愿违。这次父皇应该可以实现他的愿望了。四儿、玉儿，快，还有什么要演示的？朕要试试。那就请圣皇来射出第一箭。圣皇激动地站到车弩后面，手扶战车，躬身瞄了一下对面的山头，然后双手一使劲儿，同时按下弓弩两侧的扳机。嗖！只见对面山坡上的几棵大树直接从中间断裂，缓缓倒下。好啊！玉儿，你真是圣天国的大功臣呐！朕要好好想想，给你什么赏赐。多谢圣皇。侧儿啊，这些弓弩你要挑选精锐可靠的人来使用，绝不能让别国盗取任何相关的信息。儿臣明白，请父皇放心，改日儿臣会进宫详细禀明父皇使用和存放的事。圣皇，这个秀弩赠予你防身使用。这么小也是弓弩吗？翟思玉给他演示了一下，让圣皇更是赞不绝口，爱不释手，说以后睡觉都要戴在手腕上。二哥啊，你就陪我出去逛逛吧，我去逛一小会儿。还没出发的时候，父皇可是交代我一定不能让你出门乱逛。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你在宫底都干了些什么呀？啊！快，我们换衣服，偷偷溜出去。公主，这样会不会有危险呀？这里可是圣天国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你叫奴婢怎么办呀？哪来这么多的废话？赶紧的换衣服。青青，你说我们先去哪里比较好呢？是去赌场，还是茶楼，还是……公主，我们就去这间茶楼吧，我看人挺多的，也能了解一下风土人情，你说是吧？仙明楼看起来还挺雅致的，符合本公主的气质。走吧，就这间。两位公子，坐大厅啊，还是包间啊？就坐大厅吧，我喜欢热闹。来一壶你们这儿顶级的名茶。好嘞，公子这边请。二皇，来，今日我只是过来巡视一下，不用圣召，你自己去忙吧，不用管我。小青，你看啊，那个人长得好帅啊，应该是京城哪个府上的世家公子吧？你去把他叫过来，我想认识认识。公主，你当真要叫他过来？我怎么发现你到圣天国之后，说话做事开始磨磨唧唧的了？当然是真的，快去吧。这位公子，我家公子觉得与你颇有眼缘，想请你过去品茗一叙。你家公子？好，劳烦带路。在下冒昧，请公子过来一叙。实属唐突，望公子见谅。在下只是想结交一番，别无他意。公子言重了，在下荣幸之至，请。一番客气后，两人便坐下来开始闲聊，天南地北，风土人情，各地见闻聊得非常投机。冒昧问一句，公子贵姓？在下南逸。南逸，好名字。在下……阿逸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找你老半天了。阿逸，你有朋友啊？这位公子是谁啊？我怎么没见过？在下雅子珍，今日与义兄投缘，所以多聊了几句，耽误你们的聚会，实在是失礼。子珍兄，那在下就先告辞了。今日很高兴与你品茗，有缘我们定能再相遇，后会有期。那我们就先走一步了，告辞，后会有期。有缘自会再相遇吗？应该不会了吧？这次她有可能会与圣天国和亲，也不知道会嫁给哪位皇子。眼神里的光芒慢慢的暗淡了下来。
明了就是让我。主子，进来说吧。主子，那人戴面纱的女子是丞相府的大小姐，前段时间刚刚回京。丞相府，翟家，你可知他跟三皇兄是什么关系？外面可有传言？外面传言义王要娶丞相府的二小姐翟思欣为王妃，不过义王府这边没有任何消息，都是那位二小姐自己在外面说的。哦，那他经常跟秦雨天还有南宫翊见面吗？据属下这几日观察，并未发现他们有私下来往，而且那位大小姐基本都不出门，每日都在府里。行了，你下去吧。是，属下告退。玉儿，今日辛苦你了。阿策，我不辛苦，我就是在旁边动了动嘴皮子。快尝尝，看看好吃吗？这个你可是没吃过的。玉儿，这杯酒要敬你。玉儿，你出现在我生命里，是偶然也是必然。我以为这辈子会孤独一生，直到那日你出现在我眼里，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颜色，在我心里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倾心于你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离不开你，我也不会什么花言巧语。你为我付出了太多，而我能给你的却很少。我心里觉得亏欠你，我能给的承诺就是生生世世守护你，爱你，疼惜你，陪伴你，直到我生命的尽头。他起身走过去，侧坐在他的腿上，抱着南宫策，在他耳边轻语：阿策，这么说起来，你是对我一见钟情了？那你知不知道，所有的一见钟情都是见色起意啊？阿策，我就是第一眼对你见色起意，才决定救你的。我是不是也对你一见钟情啊？这么一个大帅哥，在我面前还这么媚样，摆明了就是让我。翟思玉小嘴还在吧嗒吧嗒地说个不停，却没发现身边的男人眼神里的危险。他话还没说完，一张炙热柔软的唇就吻了上来，缠绵至极，差点擦枪走火。许久，两人才分开。阿策，我们还是先吃饭吧，菜都要凉了。好，先吃饭，再吃你。阿策，我想去正屋看看他们吃的怎么样了。玉儿，你喜欢我们就过去吧。真的。若野，你看你都吃多少了？那块肉是我的，你不准动它。柳儿，我这里有，我给你吃。若风把自己碗里的夹了过去。我不要，我就要那一块，那是我早就盯上的。柳儿一个劲儿地追着若言满屋跑，几个嬷嬷在一旁看着他们打闹，眼里就像在看自己的孩子一样。若野，你这么大的人了，跟柳儿抢什么？别再这样，我要去告诉大小姐了。你们要告诉我什么？翟思玉拿着酒壶，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。大小姐，不必多礼，坐，我就是过来跟你们喝酒的。来，大秋的晚上，一人一杯。王爷，无碍，今日你们开心畅饮，本王不会责怪。南宫策坐在了翟思玉旁边，帮他把酒倒上。他的玉儿来到这个世界，也没几个朋友，更没有亲人。我便是他日后唯一的亲人，只要他开心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一顿饭吃到了亥时，大家才全部散去。翟思玉今日喝多了，眼神中带着迷离，整个人已经不太清醒了。南宫策把他抱回房间，给他洗漱更衣。阿策，你好可爱呀，皮肤怎么这么好啊？你用的什么保养品？什么牌子啊？他一边说，一边揉着南宫策的脸。阿策，你身材怎么这么好啊？你怎么练的呀？来，让姐姐摸摸。说完，又去捡南宫策的衣服。阿策，你用的什么香水啊？怎么这么香啊？好有男人味儿，我好喜欢。说完，又把头凑到他的脖子上。阿策，你身上好烫啊！你是我的暖宝宝。说完，整个人就扑了上去，挂在了他身上。此时南宫策已经被扒拉得一身凌乱，眼神中带着欲色，一个翻身把他……这位公子，我家主子有请。你家主子？
多谢二皇子有请。我与皇妹今日只是过来凑个热闹，没想到却惊扰了二皇子。大皇子公主客气了，请坐。公主殿下，在圣天国可还习惯吗？这还好，多谢二皇子关心。说完，头压得更低了。陈文燕见状，心里有了细微的察觉。难道他妹妹？谁不知道二皇子风流成性，后院姬妾如云，绝对不行。于是他坐在了二皇子身侧，挡住了陈云儿的一大半视线。二人一路攀谈，对下方诗会也是讨论了一番，气氛也算是融洽。诗会到了颁奖环节，自然是由南宫萧上台，为今日博得头筹的才子发放礼品。陈莹儿就在2楼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南宫萧的一举一动，他的笑容，他的身影，都印在了他的心中，脸上也露出了不自觉的笑容。莹儿，他不可以，不行。哥哥，你说什么？什么不行？你知道哥哥在说什么？谁都可以，就他不行，明白吗？为什么不行？他不是皇子吗？他是皇子没错，你才见他一面，你了解他多少？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吗？别被外表所迷惑，有时候眼睛看到的并不是真相。他府上姬妾如云，堪比后宫，虽然没有正妃，但是如此沉迷美色，你觉得能给你幸福吗？莹儿，这次我们来不一定非要和亲，哥哥还是希望你能遇到一个良人，能照顾你一辈子，但是他不是那个人。知道了。哥哥，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？应该就是看见他笑你会开心，看见他哭你会难过，看不见他你会思念，看见他你就想靠近。爹爹，为什么不让我去啊？婚宴帖子都下了，你不能这样的。哼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，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吗？要是明日你又闹出什么事情，尚书府可就完了。老爷，老爷，你不要动气，有话好好说。成儿，你快劝劝你爹爹。父亲，你就让妹妹明日参加宫宴吧，我会一直跟她一起，保证不会出现什么意外。对，爹爹，明日我就跟在哥哥身边，不离开他一步可好？老爷，有成儿在，不会有事儿的，你就放心吧，别气坏了身子。成儿，明日涵儿就交给你看管，若出了什么差池，唯你是问。是。多谢爹爹。青儿，今日你的才艺准备好了吗？你表演之后，你爹爹就会跟皇上提赐婚，你可不能出岔子啊！娘放心吧，为了这场宫宴，我准备了太久了，京城才女的头衔可不是浪得虚名的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过一会儿可就要出发了。对了，让人通知了梅阁那边一声，圣皇今日可是提醒我携全部家眷进宫赴宴，让他不要迟了。那个小贱蹄子，今日真是便宜他了。一个乡下土包子，恐怕进宫都会紧张的发抖吧。让他离我远点，我可不想被人看笑话。就是，宫里怎么会给他下帖子？真是晦气，跟他一起啊，太丢人了。一张丑陋的嘴脸也好意思去？那个小贱人去了才好，就是要他看看跟翼王有婚约又如何。娶的是我女儿，而不是他。今日赐婚以后，就让他滚回乡下。行了，少说几句，赶快收拾，我去正厅等着。张姐，你们都来了，来，把这个放在身上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那个小贱人怎么还不来啊？真麻烦。要不我们先走吧，不用等他了。怎么，妹妹如此着急进宫，难道是有什么喜事？你个贱人，谁让你穿这种衣服的？给我脱下来！说着就冲过去想抓扯翟思玉，结果人还没碰到，翟思天就挡在了他面前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穿成这样干什么？难道你要进宫？你们庶出的根本没有资格，给我滚开！够了！天儿、莲儿，你们怎么回事？回父亲，宫里也确实给我们下了帖子，那日你不在府上，是长姐转交给我们的。好啊，看来圣皇对我们丞相府的确与众不同。今日进宫就跟着你们长姐，小心不要失了分寸，丢了丞相府的颜面。爹爹，你怎么能让他们进宫啊？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进宫只会丢了丞相府的脸。行了，你懂什么呀？既然圣皇下了帖子，
自然有他的考虑。你别因为这件小事影响了自己。志涵，你怎么才来？我都等你半天了。来人正是圣天国嫡公主南宫敏儿。志涵，你大哥呢？怎么没有见到他？敏儿，我也刚到。你今日真漂亮，不愧是最美公主。我哥和爹爹去拜见圣皇了，晚些时候才过来。他要是看见你啊，肯定会被迷晕了。志涵，今日我都安排好了，一切你就放心吧。哎，你看，那个就是翟思清。听说今日圣皇要给他和翼王赐婚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切，就他还想嫁给尊贵的翼王，他配吗？看他那样子，穿的什么鬼玩意儿，简直俗不可耐，以为自己是谁呢？就是，长得也太一般了，身材也不行，就这种货色，还不如青楼里的花魁呢。不就仗着自己有个好爹吗？你们一群贱人给我等着！今日过后，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，老娘非撕烂你们的嘴！哎，你们看，那个戴面纱的是谁啊？快看他的华服，还有他头上的花，那是什么法式？我从来没见过。哇，好美，好漂亮！那不就是丞相府狄大小姐吗？前段时间刚回京，听说自幼毁容，很少出门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。哎呦，不愧是蓝银霜的女儿，戴着面纱都这么漂亮。哦，你看，又下来了一位，长得也好漂亮啊。这位又是谁啊？丞相府面子可真大，府中嫡女来就罢了，庶女也来凑什么热闹，也不怕丢人。啊，庶女怎么也来参加宫宴啊？真是不要脸。这就害怕了。如果想变得强大，先从自己的内心开始，这才刚刚开始呢。张姐说的对，这些算什么？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他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而且一句话都不敢说。没记错，你叫孙彬彬吧？我家三妹是宫里亲自下帖邀请而来，你是对邀请名单有异议，还是说工部尚书府可以决定谁能来谁不能来？又或者是在质疑圣皇的决定？我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不要乱说话。哦，没有这个意思，那就给我闭上你的臭嘴！再多说一句，我就叫人给你缝起来。七国太子，七国公主到。闻声，翟思玉也是驻足回头看了过去，只见马车帘被撩起一角，里面的七国公主也看到了宫门口戴着面纱的翟思玉。老娘就是喜欢看你这种想杀我又干不掉我的表情。嘴角带着一抹戏谑，然后对马车里的人竖了一个中指，轻蔑地瞟了戚天心一眼，转身便大步往宫里走去。张姐，这皇宫真漂亮，太美了，怪不得那么多女子想入宫为妃，如此美景都能多活几年。你这么喜欢看，以后再带你来玩。张姐，这里可是皇宫，是说来就能来的吗？不过他心里还是选择相信。我们顺利地来到了宴会大殿。是她，她也是金中贵女，是哪家府上的千金？为何带着面纱呢？只见她缓缓走到丞相府的席位前，坐在了嫡女的位置上。丞相府嫡女？贱人，你是不是在乡下专门做勾引男人的买卖？一身狐媚样，呸！骚货！翟思清，要说骚货非你莫属。你看看你穿的什么东西，简直就是集骚浪贱于一身，袒胸露乳，这是给谁看呢？只是可惜，就算穿成这样也没人看，得意什么？傻逼玩意儿！圣皇陛下驾到，皇后娘娘驾到，丽妃娘娘驾到，婉妃娘娘驾到，淑妃娘娘驾到，诸皇子公主驾到。皇后娘娘万千岁，千岁万千岁！各位爱卿平身，今日乃新春宫宴，也是宴请三国使者，大家无需多礼，都落座吧。真是一群妖孽啊！这皇家的基因太强大了，皇子一个个帅翻天，堪比前世底流男团；公主也是不得了，个个堪比神仙姐姐。还好自己的颜值也能打，不然真的不够看。不过很可惜，其中最帅的男人是本小姐我的了，你们想都不要想。南艺，南宫艺，南艺，本公主要定你了。喂，你是陈国公主吧？
我是曹国的曹雅。我是陈国的陈颖儿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这是在害羞？看上谁啦？快告诉我！不会是四皇子吧？他刚好坐你对面。不是的，不是四皇子。不是就好，不是就好。土包子就是土包子，一个宫宴跟800年没吃过一样。他可是一口不敢吃，因为等一下他要跳舞。南宫侧头看向自己的玉儿，从他进大殿开始，一个眼神都没给过他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发现对面的陈国皇子陈文彦一直在盯着他看，还有自己的二皇兄南宫萧也是频频打量玉儿。想到这里，他抬头把手里的酒一饮而尽。翟思玉当然感受到了南宫侧的目光，可是他就是不想搭理他。他的烂桃花今日可谓齐聚一堂，国内国外都到齐了，可以摆一桌宴席了。宝宝不开心，宝宝不想理他。哼！当宴会举行到了高潮的时候，皇后便提议开始让各府千金公子们展示一下才艺。圣皇自然是点头答应。圣皇，臣女愿献上一支雪梅舞，为新春宫宴增添一丝喜庆。好，朕准了。今日大家不用拘谨，都大胆展示，朕也准备了彩头奖励。赵雪儿闻言来到舞台中央，随着音乐翩翩起舞，犹如雪中的精灵，漂亮妩媚。妾身居然大庭广众之下勾引南宫侧，真是不要脸的贱货！南宫侧不看我一眼，难道还会看你？臣女学艺不精，今日献丑了。听闻京城第一才女乐之涵姐姐惊艳绝绝，琴棋书画那可谓是京中典范，不知道妹妹可否有幸能一睹风采呢？雪儿妹妹高抬了，要论京城第一才女，谁也比不过20年前轰动四国的蓝银霜。今日她女儿就在场，不如让其女给大家展示才艺，也算是名正言顺。现在最高兴的莫过于翟思清，这个草包他会个屁呀！从小在乡下长大，大字都不认识几个，哪里有什么才艺？对，就是要让他出丑，最好名声扫地，然后臭名远扬。既然姐姐生母是轰动四国的才女，想必姐姐也是身怀绝技，深藏不露。妹妹也好想欣赏一番。原来她是蓝银霜之女，不知道面纱下是何等容颜。南宫侧此时捏碎了手里的酒杯，鸡粉从指缝中洒落。对面陈国皇子看玉儿的眼色让他非常不爽，他要立刻让父皇宣布赐婚，让这些人都知道玉儿是他的，谁都不能觊觎。正在南宫侧要起身请旨之时，翟思玉说话了：既然大家这么想看我表演才艺，那我就献丑了。说完从座位起身，缓缓往台上走去。圣皇陛下，今日臣女就在这宫宴献上一舞，此舞名为惊鸿舞，请圣皇恩准。朕准了，惊鸿舞，好名字啊！多谢圣皇，容臣女稍作准备。你想干什么啊？今日别耍性子，你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随后一盏茶功夫，他已换好舞裙，站在了舞台上。陈文燕眼中闪过了一抹惊艳，有什么东西在他胸口加速。南宫萧也饶有兴致看着下方女子，只觉得她眼眸特别美，能看进所有人心里。南宫侧此时如坐针毡，如此美艳动人的玉儿，他不愿意让众人看见她的美，她的好，只想把她藏起来，独自欣赏。玉儿，惊鸿一瞥自难忘，从此芳华乱复生。陈文燕深色的眸子浓得仿佛化不开的墨，呼吸略显微微急促，目光低垂，心中思绪万千。她这是怎么了？南宫萧单手撑头，嘴角则露出一抹弧度，果然不是普通女子，还真是让他意外。翟思天、翟思廉心里松了一口气，长姐真厉害，居然舞蹈跳得这么好，打心底里更加崇拜她。翟大小姐不愧是蓝银霜之女，小女真是自叹不如。只是有些好奇，不知翟小姐此舞师承何处？放眼整个圣天国，未见过此等舞姿，望解惑一二。这你们可能有所不知，我姐姐从小并未在京城生活，10几年一直独居在外，如何习得此舞，想必也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。各位就不要再追问了。
二妹妹一个未出阁闺中女子，此话真是令人深思。要说难言之隐吧，确实是有。今日本来该妹妹上台表演，可是她衣着实在有失丞相府颜面。哎呀，没想到翟二小姐穿着如此大胆。就是，平时不是挺端庄的吗？今日怎敢穿这样参加宫宴，真是不要脸。翟思玉，你不得好死！所以我这个当姐姐的，就只有替她解围。至于这个舞蹈，自然是传承于我母亲蓝银霜，她生前留下了一本手札，里面详细讲解了琴棋书画之心得要领。我自幼便独自研学，也只能继承母亲的1/10罢了。哎呦，多好的女儿呀！从小为母祈福，独自在外，还不忘学习母亲留下来的手札。不愧是蓝银霜之女，真是天资聪颖，继承了她母亲的才华。圣皇，臣女献丑了。快快起身！丞相府之女翟思玉，至善至孝，秀外慧中，赏白银1万两，贡锦5匹，玉如意一对。多谢圣皇隆恩。翟爱卿，得此一女，是你3生有幸啊！谢陛下妙赞，犬女小小武技，不足挂齿，能为宫宴增彩添色，是犬女之荣幸。南宫策再也坐不住了，3步并成2步，走到了翟思玉身旁。儿臣请父皇完成母妃遗愿，为儿臣赐婚。翟思亲此刻激动得快要冲上去，终于等来这一刻了，马上她就是翼王妃了。朕自然会为你母妃信守承诺，今日朕就为你赐婚，也算是完成她的心愿。丞相府嫡女翟思玉，贤淑端庄，性情温良，生天国3皇子南宫策以弱冠，是婚娶之事。2人自幼便由双方生母定下婚约，自今日朕赐婚于你们，择日完婚。什么？他们自幼有婚约？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啊？翼王要娶丞相府那个毁容嫡女，怎么可能？那个翟大小姐真是好命，能嫁给翼王当正妃。怎么会是她呀？她哪里配得上翼王？她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圣皇，姐姐自幼面容皆毁，翼王娶她实在是有辱皇家颜面，请圣皇三思。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妹啊！我生母本就是名震4国的美人，我容貌自会随了她。抬手缓缓取下了面纱，隐藏已久的真容，在这一刻终于展现在了众人眼前。不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一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招数迷惑翼王！你这贱人，我要你死！我才是翼王妃，我才是要嫁翼王的人，我要杀了你！三弟，想不到你也有软肋了。没想到她会是未来翼王妃，倒真是惊喜。三弟藏得够深的呀。陈文燕还没有从刚才震惊中回过神，她震惊于翟思玉绝世容颜，震惊于圣皇赐婚，震惊于3皇子与她之间的亲密互动。南宫策牵着翟思玉回到大殿，一双身影分外引人注目。翟思玉已换回华服，拿掉面纱以后，2人当真是一对璧人。圣皇，天心有话要说。哦，齐国公主有何事想说呀？齐天心请求圣皇赐婚，本公主要嫁于翼王南宫策为妻，只有本公主才有资格站在翼王身边，与他并肩作战。这些该死的烂桃花还有完没完了？能不能让我吃点东西喝口水啊？我不愿意，我此生只会娶玉儿一人为妻，请公主另择佳偶。为什么？我哪里比不过她？她有什么好的？她不过是长了一张狐妹子的脸，迷惑你罢了。齐天心，你贵为一国公主，怎么如此不知廉耻？在我这个未来翼王妃面前指名点姓要嫁给我未婚夫，齐国民风可真是开放啊！放开本公主！后面偷袭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跟我比一场！好，你说比什么？琴棋书画、擒拿格斗、文斗武的随你挑。那比试内容就由圣皇决定。说是我赢了，你退掉跟翼王的婚约；说是我输了，就自动退出。好，想必公主也是爽快人，一言为定。今日题目就以雪题诗作画吧。翟思玉，你就等着输吧。圣皇，臣女作画完毕。今日朕便请居陵书院前太傅之孙薛元薛太傅来做评判，以表公正。臣遵旨。
七公主，为表对齐国的尊敬，在下先从公主的画作开始品鉴。薛太傅请。好啊！公主用血和梅来表现了寒冷、不惧严寒、独自芬芳的个性，真是妙啊！公主的才华，老夫佩服。薛太傅请。别动，停！只见薛太傅居然掩面哭了出来。小儿，你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是，儿臣遵命。二皇子，你说点什么吧。还是请父皇亲自过目吧。好啊，这幅画真要挂在御书房，每日欣赏。快拿给众爱卿看看，快！在场所有武将看见此画此诗，都红了双眼。翟小姐，请受本将一拜。第一场，本公主甘愿认输，可是第二场就不一定了。好，随时恭候，请。第二场乐器古筝，题目不限，自由发挥，就由在场的众爱卿评判吧。公主请。翟小姐先请。他低头吟唱着，清风微拂，裙裾飘飘，曲韵缠绵悲切，玉指轻挑银弦，一声声清脆的琴声从指尖泄出，歌声柔美深情，催人泪下。我提笔不为离愁，只为你转身回眸，心事把自己弄丢，历史在勾勒。我提笔不为深处，送一杯饮酒，那年温柔。就在大家都愣神之际，南宫策已经走到台上，牵着他的手，搂着他的腰，宣誓主权一般把他带到了自己身边。翟小姐，我愿把弦簧琴赠予你，只有你才能完美演绎其韵味。不必。不知刚才那曲叫什么名字？西楼别序。西楼别序，不错，好听啊。三嫂，你太厉害了，我太崇拜你了，我要拜你为师。此刻台下七天心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，没有任何悬念，这一场他又输了。七国公主，你觉得第三场还有必要继续比吗？当然，无论输赢，我都会遵守承诺。你们准备怎么比？一场定输赢，生死不论。圣皇，皇妹性子顽劣，不要听她胡言。最后一场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点到为止即可。这个齐天星当真是桀骜不驯，完全忘记了父皇的嘱托，也忘了此次来升天国的目的。我觉得七国公主的建议不错。翟思雨开口说道：“玉儿，翟小姐真是胆识过人，那就开始吧。”翟思玉则是起身，拿出小腿外侧的暗叶，开始慢条斯理地解开外套，众人简直惊掉了下巴。他在干什么？怎么在脱衣服啊？成何体统！大殿之上宽衣解带，简直有辱国风。台下男子纷纷低下了头，不敢直视，只有南宫萧撑着头，还是那副似笑非笑的表情看着他。开始吧。他手里匕首反握，刀刃向外，说完，整个人气势陡然一变，就像离弦的箭冲了过去。七天心心惊他速度的同时，拿出了自己腰间的长鞭。他是远距离攻击，翟思玉则是近距离武器。翟思玉见他拿出长鞭的那一刻，心里就已经有了套路。只见他嘴角一抹邪笑，他步步紧逼，完全不给七天心拉开距离的机会。他用身法跟七天心缠斗，搏击的拳法，拳击的闪躲，太极的巧力，柔道的韧劲，泰拳的腿功，打得七天心根本无力招架。翟思玉想速战速决，以快取胜，他用了跆拳道的反作用，抓起七天心的衣领，肩头一顶，一个侧身摔，把他结结实实摔在了地上。认不认输？说，认不认输？我认输，我认输。张姐好霸气，我要跟她一样。张姐武功好厉害，我要跟她学。
翟思玉转身对着南宫策露出了一个胜利的微笑。翟丞相今晚就跟坐过山车似的，心情起起落落，现在总算是放下心来。翟思璇最开始还想着找机会把他吃干抹净，现在哪里还有这个想法，只想离他越远越好。来人，把七国公主带去后面休息，找个太医看看，可有受伤。岳之涵在没人注意的时候，悄悄离开了席位，退出了大厅。大皇子南宫明今日分外安静，仿佛不存在一般。他原以为此女会是南宫策的软肋，没想到这女人如此之强。他低头饮酒，心里有了其他的盘算。翟小姐，我是曹国的曹雅，我太喜欢你了，我想跟你做朋友。好啊，欢迎你来承天国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你就去丞相府找我吧。南宫夜，我喜欢你，我要跟你成亲。什么情况，南蛮？你知道吗？不知。你说什么？成亲？跟我？对啊，就是你，我喜欢你，要跟你成亲，我要做你的王妃。你不回答就是同意了，我现在就去找上皇请旨。喂，你回来，等等，你回来，你谁呀？成什么亲啊？圣皇，小女子有一个请求。你是？小女子是曹国的曹雅，想请圣皇赐婚，我要嫁给四皇子南宫翊。父皇，不是的，你不要听他瞎说，我都不认识他。谁说不认识？我们明明就见过。我哪里见过你啊？今日才第一次见到，就一盏茶之前。我不管，圣皇，请给我们赐婚。父皇，请你千万不要给我们赐婚。小雅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呢？二哥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给我做个见证，我要跟南宫翊成婚，正在请父皇赐婚呢。啥？父皇？这八字都还没一撇呢，父皇都叫什么？你们，父皇，你就成全我们吧，我们一定会幸福的。父皇，我真的不认识他。原来是我的四儿子被这小公主盯上了。你叫曹雅对吧？是的，父皇，您给我们赐婚以后，我就马上回去准备嫁妆。你们贵为皇子公主，也算门当户对，但赐婚也要讲究个你情我愿。如果老四同意，朕立刻给你们赐婚。你快同意啊，就差你了。父皇，我不同意。哥，你为什么不同意啊？你怎么能不同意呢？因为我不喜欢你。那个，刚才我说话重了一些，对不起啊。南宫翊，你是个大坏蛋！阿策，你看阿姨春天要来了，我觉得他们俩还挺般配的，你说呢？叶王爷，大公主请你去一趟，说有要事。带路。三哥哥，你终于过来了，等你老半天了。多日不见，敏儿又长个子了。三哥哥，你看这个喜欢吗？恭喜你今日订婚，这是给你的礼物。就在两人交谈之际，一位宫女走了进来，给二人倒上了茶水，随后拨弄了一下旁边桌上的熏香，低着头便退了出去。三哥哥，我以茶代酒，祝你跟三皇嫂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南宫策嘴角微微一笑，仰头也把茶水一饮而尽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一件礼物我要送给三皇嫂，前几日得的宝贝，我现在去拿，等我一下。此时他突然发现了身体的异样，小腹开始一阵燥热，提不起内力，手脚变得酥麻。糟了！南宫策眼中杀意腾起，居然给他下药，是敏儿，宫女，是谁？此药来势汹汹，让他有些招架不住，用力甩了甩头，摸出翟思玉给他的解毒药吃了下去，内力和力气都恢复了一些，胸口感受到了丝丝凉意。今日过来凤阳宫是不能带侍卫进来的，所以只有他一人前来，还好身上有玉儿准备的药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毒，但有一种肯定是媚药，谁要暗算他？此时门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他一个闪身躲入暗处，只见一个宫女推门而入，然后反手锁上房门。他小心翼翼，轻手轻脚往里面走去。忽然南宫策闪到身后，一击手刀劈在脖颈处，
女子应声倒地。居然是他！他此刻心里泛起一阵恶心，真想现在就一刀杀了他。南宫策眼眸泛着寒光，嘴角露出了嗜血的邪笑，摸出一颗药丸塞进了他的嘴里。理应当斩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父王母好不好了？三哥他你三哥怎么了？快说！他在我寝宫。你快说呀！三哥他在我寝殿里宠幸了一位女子。南宫敏儿的声音可谓不大不小。圣皇知道侧儿跟玉儿的感情，也知道侧儿和玉儿的本事，他不可能主动去宠幸其他女人，必定是有人设的圈套。能在公主的寝宫做出这样的事儿，跟敏儿脱不了干系。不可能，三哥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来。三嫂，你要相信他，肯定是什么误会。翟思玉此时非常淡定，他知道南宫策有自保能力，而且身上还有解药，此事肯定是针对他的一场算计。就算真的发生睡了一个女人的事儿，那就让他终身不举，然后一拍两散，自己逍遥快活去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圣皇，口说无凭，耳听为虚，此事有关臣女未婚夫，请准臣女一同前往。阿罗，翟思玉走上前，一脚踢开了大门，里面一对赤裸裸身体摆着让人面红耳赤的姿势。男子头发披散，让人看不清面容；女子头发凌乱，衣衫都已经褪去大半，摇头晃脑，一脸享受，也让人看不清到底是谁。去，把那个女子给朕带出来。你们放开我！你们不能把我们分开！我还要……你是谁？抬起头来！圣皇一身帝王之气尽显无余，吓得地上的女子一个机灵。此刻他也清醒了几分，虽然低着头，但是嘴角却露出了一抹笑意。他终于成功了，他得到了爱慕已久最完美的男子，他把清白之身都交给了他，他让他体会到了当女人的快乐。此刻他无所畏惧，胸有成竹，赐婚又怎么样？他可是他第一个女人，定当不会亏待他。月之寒，怎么会是你啊？翟思月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阿策已经说了会娶我，他说他离不开我，你就把正妃之位让出来吧。打我也没用，你还是接受这个现实吧，他已经是我的男人了。想不到堂堂乐府大小姐如此不知廉耻，淫乱后宫，污蔑皇子，不知道按圣天国律法该当何罪呢？理应当斩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屋里那个男人又是谁？怎么回事？明明刚才是跟南宫策一起巫山云雨。来人，把屋里那个男人给朕带出来，把岳尚书给朕叫过来。你为什么不要我？我自幼心悦你，你为什么看不见我？此时屋内的男人被重重扔在岳之寒身边，此刻药效还没过，整个人也不太清醒，但是本能感觉到大事不妙。你是谁？报上名来。回圣上，草民是城中翠红院的账房管事刘二狗。阿翠真是有红娘的潜力，配得不错。圣皇，你要为草民做主。今日上宫路上，不知怎的忽然晕倒，醒来之后被这位女子强行侮辱，夺了清白之身。他太厉害了，非要拉着草民不放手。听完这些，在场谁还会不明白怎么回事儿？岳之寒想算计南宫策，结果南宫策一招金蝉脱壳，把他自己给玩进去了。当然，这个刘二狗为什么会在这里，不是圣皇追究的重点。是你，翟思云，是你害我！你这个贱人，刚刚明明是南宫策，你用了什么手段？你这个贱人！开玩笑，翟思玉的春日梦可不是普通媚药，里面还有致幻成分，你想着谁，那就会看见谁。圣皇饶命，老臣娇女无方，有辱皇家颜面，岳父即刻将此女逐出岳家族谱，从此再无瓜葛，按当朝律法处置。圣皇，岳家大小姐好歹也是金中贵女，名声在外，此事传出去也有失皇家颜面，毕竟是在公主宫里发生的，不如就成全了他们，也算一桩美事。赐死了反而便宜他了，慢慢折磨才是最好的教训。岳之寒年16，赐婚与刘二狗，即刻完婚。岳爱卿，朕今日不问责岳父，自己好好把女儿嫁出去吧。臣谢主隆恩。不，圣皇，
逆女畜生！圣皇网开一面，留你一命，还不赶快谢恩！草民多谢圣皇赐婚。皇后的心一直没有放松过，这场闹剧明摆着有敏儿的参与，她一句话都不敢说，生怕圣皇回过神责罚敏儿。南宫明脸色非常不好看，她这个妹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这事儿对她也有一定的影响。南宫敏儿则低着头一声不吭，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她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更是一眼不敢看他三哥。父皇，儿臣和玉儿先行一步。三哥，等等我跟你一起走。父皇，儿臣告退。他笑着看着他，眉目深邃，嘴角微翘。玉儿啊，爹爹找你老半天了，原来你跟翼王散步去了，爹爹总算是放心了。长姐，你回来了，姐夫好。祝翼王爷和长姐百年好合。多谢。翟丞相，玉儿由本王送回丞相府，你们自便。他想跟玉儿独处，不想让人打扰，说完便拉着翟思玉离开了。哥哥，我想清楚了，我要嫁给二皇子。陈莹儿的话打破了沉寂的气氛，她之所以能鼓起勇气说出这样的话，都是因为曹雅。对，就是曹雅。她羡慕她的勇敢，羡慕她的直白。她看到她去找圣皇赐婚了，虽然没成功，至少让对方知道了自己的心意。她不想自己的感情对方都不知道就放弃了。莹儿，如果他已有心悦之人，你该如何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我祝福他。陈文燕回头看向自己的妹妹，只见她眼神坚定，从未有过的坚定。她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。祝福她吗？她能做到吗？翼王府的马车，一对相互拥吻的恋人跟黑夜融为一体，整个车厢只听见急促的喘息声。灯火旖旎间，他笑着看着他，眉目深邃，嘴角微翘。翟思玉头埋进他的胸口，冷冽的水沉香甚是好闻，不停在他胸口来回蹭来蹭去，惹得南宫策倒吸一口凉气。玉儿，明日我就去青天检测吉日，尽快成亲。阿策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只有我们两人。这里是我以前疗伤和练功的地方。真漂亮。这是无眼泉，没有泉眼，且水流不泄。我想你肯定会喜欢。翌日，南宫策把翟思玉送回丞相府后，就立刻去了青天剑。踏进丞相府的那一刻，翟思玉听见了震耳欲聋的声音，所有下人都在门口排队迎接。恭迎大小姐回府。顾姐，你们这是干嘛？吓死我了！大小姐，老爷吩咐过了，让你搬到凌心阁，现在已经收拾妥当，小的马上安排你搬过去。搬院子？二妹她愿意让我住。二小姐被老爷安排到了天水阁，先空着吧，过2天再搬。奶娘你来了，快过来坐。小姐，我今日是给你送东西过来的。奶娘，这是什么呀？你送我的礼物吗？大小姐，接下来我说的话你要认真记住。这个东西是大夫人托付给我的，跟翼王订婚之后就拿给你，里面是什么我也不知道。大夫人说一定要在订婚之后亲手交到你的手上。奶娘，你确定里面有东西？怎么打不开啊？我也不清楚，大夫人说里面有东西，但是她也没说如何打开。奶娘，你有没有想过好好安度晚年啊？我给你置办一处宅子，找个人伺候你，好好享享清福怎么样？小姐，我不能离开你，你还小，以后嫁到王府也需要我的照顾，我还要帮你带小世子呢。一切随缘吧。大小姐，宫里来人宣旨了，现在都在府门口呢，管家过来通知你，赶快过去。宣旨？什么旨？赐婚圣旨？这也太快了吧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圣天国丞相府嫡女翟思玉，温婉贤淑，聪慧端瑞，品貌出众，朕公闻之甚悦。今皇三子南宫策已弱冠，是婚娶之时，当择贤女与配。至翟思玉待字闺中，
与皇三子南宫策天造地设，未成家人，特将如许配皇三子南宫策为王妃。一切礼仪交由礼部与青天剑共同操办，于5月15完婚，钦此。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翟思玉起身上前，双手接过圣旨。叶王妃，这些都是昨日宫宴圣皇的赏赐，奴才这就安排送到您院子里去。有劳公公了。高公公，今日辛苦你跑一趟了。来，进屋喝点茶，歇一歇。我要你不得好死！翟思玉，你个贱人，你抢了我的一切，我要你死！青儿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呀！快请大夫，快！来人，把二小姐抬回屋里，倒在门口成何体统？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展厅还有贵客，看不到吗？翟成元，没想到你如此狠心。没有我柳氏，能有你今日？既然你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。他怕自己忍不住动手杀了他。翼王殿下，四皇子殿下，秦公子到。他们怎么来了？奴才参见翼王殿下、四皇殿下。翟丞相，今日本王是来纳采的。虽然父皇已经赐婚，但是流程一样都不能少。翼王殿下，小女有几个问题，请殿下解惑。这个死女人还没死心呢，我就看看她一条石头鱼能翻出什么冷话来。说。之前翼王说要娶我，为何变成了姐姐？是青儿哪里做的不好吗？南宫策周身冰冷，寒气四溢，从身侧走了过去，理都不想理他。他怕自己忍不住动手杀了他。阿策，你就告诉他吧，让他早死早超生，免得夜天做白日梦。本王从未说过那样的话，你连玉儿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。既然殿下决定娶姐姐为王妃，那我也不强求了，我可以跟姐姐一起过门，做侧妃也行。你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，我老脸都被你丢光了！给我滚！老子不想看到你这个逆女，再说出这样不知廉耻的话，我就把你从族谱上除名。柳氏，把她给我带下去禁足1个月，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出门。如果你敢放她出来，你也一起禁足。哎呦，今儿可是大喜事儿，大家都去正厅吧，啊，别误了提亲的吉时。正厅内，整个流程在官媒的见证下走得非常顺利。提亲、交换庚帖、下聘，1天之内全部完成。弟弟，不知我娘给我留的嫁妆在哪里呢？我准备把铺子嫁妆都拿回来，自己经营保管。好，爹爹明日就叫柳氏交给你。仙客来酒楼，秦雨天听说南宫策和翟思玉已经赐婚了，特意摆上一桌为他们庆祝。原来就是你让阿策铁树开的花，果然是个美人。你长得也不错，这古风帅哥看着真是上头，妖孽。长得不差呀，怎么不看我呢？难道是看腻了？在下慕容修。翟思玉。阿策，小仙女，恭喜你们拨开迷雾见明月，终于定亲了。我可是你们第1位见证人哟。三哥、三嫂，我也恭喜你们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。阿策，师兄也不知道送你什么好，就送点实用的吧，反正你什么也不缺。慕容修说完，从怀里拿出一个瓷瓶放在桌子上。翟思玉晃了一眼，然后定睛一看，怎么如此眼熟？这不会是他制作的解毒药吧？他拿起那个瓷瓶，打开闻了闻，表情僵住了，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说什么，反正就是挺尴尬的。怎么了，玉儿？南宫策发现他表情不对，于是也拿过瓷瓶闻了一下，表情也有些僵了。师兄送的礼物居然是出自玉儿之手，这说还是不说呢？慕容修也发现他们的异常。你们这是什么表情？被这瓷瓶里的东西吓到了啊？这可是一位高人几个月前卖到聚宝阁的，后来那位高人再也没有出现过，所以这东西现在可是千金难求。怎么样？这可是保命的东西啊！哎，小仙女，这不是你做的那个解毒药吗？
三嫂，这跟你给我的那药丸一模一样，没什么特别的呀。翟思玉此时真是服了这两个猪队友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南宫策见状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，就一五一十给慕容修说明了这个药丸的来历，以及玉儿当初为什么要卖给聚宝阁的原因。你说什么？阿策，这是出自翟小姐之手。翟小姐，以后能定期给聚宝阁提供一些这种解药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不过每个月只限量供应30颗，怎么样？行，成交。反正聚宝阁也是你家阿策的，你说了算。哎，对了，三嫂，现在店铺都已经闭店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整修店铺呢？对呀，小仙女，我都迫不及待又想吃火锅了，还有上次送来的烤羊肉。什么店铺整修？什么火锅？什么烤羊肉啊？我错过什么了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了？南宫策又给他一件一件做了解释，他越听越觉得有意思，越听越觉得神奇，越听越觉得惊喜。翟小姐，你还有妹妹吗？能不能介绍给我做媳妇儿？今日是怎么了？他们老是用这种奇怪的眼神看我，我说错了什么话了吗？你们这都什么表情？哈哈哈！你居然想娶小仙女的妹妹？哈哈哈哈！你笑什么笑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配不上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还是让阿策跟你说吧。南宫策又把今日丞相府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听得慕容修是目瞪口呆，震惊无比。怪不得他们会如此反应，怎么一个爹生的差距就这么大呢？我决定了，从今以后我要在京城定居，就先暂住翼王府吧。到影业门怎么办？如果师傅有力回来，那里可是一个人都没有。哼，没事儿，我自有办法。我也对你们说的商铺感兴趣，我可以留下来帮忙。主子，属下有事要禀。进来。说，玉儿，你为何这么做？怎么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呢？主子，有人在门内重金下了任务，特来请示如何抉择。说，目标是谁？丞相府嫡女翟思玉。此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，包括翟思玉自己，都是心中为之一震。居然有人要他的命，是谁？戚天心、岳之寒、柳氏？不至于吧，玩命啊！咔嚓，南宫策手中的茶杯瞬间化为齑粉，周身杀气肆虐，目光阴寒。是谁居然敢动他的玉儿？谁下的刺杀令？可知？属下不知，来人非常神秘，只在暗哨留下字据和定金。定金多少？50万两黄金。属下知道规矩，可这次任务对象是大臣之女，并不算违规，而且如此重金，所以特来请示。拒了。不，接下来，既然有人下此重金要杀我，我倒是想知道究竟是谁。你们不接，还会有其他组织接，到时候岂不是更麻烦？这60万两黄金就当给影业门的辛苦费吧。穆公子，难道你真的会杀我？嘴角泛起一抹邪恶的笑容。答案是当然不会。慕容修仿佛明白了什么，低头一笑。无论是谁，一定要把背后的人找出来，不然永无宁日。玉儿，你为何这么做？怎么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呢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阿策，我知道你担心我关心则乱，你先听我说说我的想法，好不好？第一，任务就算影业门不接，其他组织接下，那就真的是防不胜防，那何不来个里应外合呢？第二，如果影业门拒绝，那势必会引起背后之人的怀疑。如此重金刺杀一位闺阁女子，都拒之门外，势必会怀疑保护她的人是南宫策，那阿策跟影业门的关系将会有暴露的风险。第三，明知他是未来翼王妃，还敢重金刺杀，如果排除那几朵烂桃花，那背后之人针对的必定就是南宫策，找出幕后之人才能多一分防备。第四，50万两黄金啊，不赚白不赚，毕竟也是阿策的产业。第五，他想利用这次刺杀让别人知道自己可不是那么好惹的，谁都敢把心思打到他头上来。第六，如果计划顺利，背后之人短期之内应该不敢再动手，他可以争取时间提升自己的武功。玉儿，我还是觉得这样太冒险，我害怕你受伤。阿策，你忘了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了吗？放心吧，我会小心的。玉儿，
现在我就教你内力和轻功，这样我才能更放心。好。他踮起脚尖，轻轻吻上她的唇，两人缠吻许久，舌沫生香，难舍难分。被人呵护的感觉真好，越来越依赖他了。翟思玉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占了青儿的院子，还抢了她的未婚夫，还害她进府，我今日跟你拼了！柳姨娘，你一大早跑来这里装疯卖傻，大喊大叫，是为何意？是来送我娘亲嫁妆的吗？至于这个院子到底是谁的，翼王到底跟谁有婚约，翟思清为什么被禁足，你难道心里没点数吗？要不要我们去爹爹那里展开来好好说说？你想把嫁妆拿回去？我给你说，想都不要想！进了丞相府的门就归我管，不要忘了，我可是当家主母。既然你用当家主母的身份来压我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御书房，泽儿，你的提议非常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儿臣遵命。对了，泽儿那日宫宴，你怎么会去敏儿宫里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南宫策一五一十的把那日的事情全部说了一遍。来人，去把南宫敏儿给朕叫来。臣妾参见陛下。你们怎么都过来了？敏儿留下，你们都退下。陛下，今日刚好2个孩子在臣妾宫中，臣妾为陛下炖了莲子羹，所以便一起过来了。皇后有心了。敏儿，那日你宫里发生的事情，你是否参与？父皇，儿臣当日确实不知情。儿臣给三哥送完礼物，就去取三皇嫂的礼物，耽搁了一些时间。回来后就发现屋内有异声，儿臣不敢入内，所以才去大殿找母妃的。儿臣也不知道岳之涵会混入寝宫，还假扮宫女，对三哥图谋不轨，定是他早有预谋。因为儿臣给他说过，给三哥准备了礼物，打算单独送给他。父皇，敏儿一直生活在宫里，心思单纯，难免被人利用，望父皇明察。陛下，敏儿年纪尚幼，都是臣妾教导无方，才让他。如果要罚，就罚臣妾吧。行了，在御书房哭哭啼啼，成何体统？朕还没说话呢，你们就开始求情。既然没做，为何要求情？父皇，儿臣以为皇妹确实年幼无知，才中了他人算计，儿臣也并未受到伤害，请父皇网开一面，就此结果。三哥，敏儿确实是被人算计的，谢谢三哥相信敏儿。既然你三哥为你说话，朕还是要对你小惩戒，就禁足凤阳宫1月，闭门思过吧。多谢父皇恩典。翊坤宫内，敏儿，你都看见了，你父皇对那个南宫策有多么的偏爱，明明一点事儿没有，还要罚你妹妹禁足1个月。母后，儿臣当然看得出来，儿臣心里有数。敏儿，如今他手握30万大军，你如何跟他抗衡？哪怕你在朝中苦苦经营，但是却没有实权。敏儿，不如你跟倩倩成亲，我去跟你父皇请旨赐婚，这样你也可以多一些帮助。母后，你以为娶了将军府大小姐，对我真的是助力？如此明显的拉拢势力，会适得其反，除非父皇主动赐婚，否则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陈国驿站内，我说你是不是陈国公主啊？拿点气势出来！你这样怎么追求二皇子啊？你这样我们以后怎么做妯娌啊？你每日在屋里想来想去，你想出办法了吗？什么办法？还问我什么办法？当然是追二皇子的办法呀！难道你每日坐在屋里还能主动上门不成？走，跟我走，我带你去燕王府。曹雅，你说什么？去燕王府？我不敢去，我不去。走吧，没事儿。作为公主上门拜访不是合情合理的吗？不，我不去，我害怕。那你跟我出去逛逛，这总可以了吧？走吧，我带你去茶楼品茶。二位公子里面请，坐大厅啊还是雅间啊？来壶鼎旗相迎，就那桌吧。我说陈国大公主，你用不用这样啊？跟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似的。我们现在的身份是富家公子，你这样会穿帮的，懂哦？懂。子珍，记住，现在我叫雅子珍，别穿帮了。你赶紧想个名字。一兄，我们俩还真是有缘啊，没想到又见面了。
这位是？怎么就这么没有出息呢？这也想下地狱过头了吧？哦，这是在下的家弟雅子晨，第一次来京城，难免生疏，让义兄见笑了。说完，曹雅邀请南宫毅一同坐下品茗。在闲聊中，南宫毅得知，这位雅子珍是来自曹国的商人世家，而且经常行走四国，其家族经营的产业涉及非常之广泛。不知义兄可有心仪之人？家中可有婚配？在下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我家中每年逼婚，我这不躲到升天国来了吗？子珍，说到逼婚这个事情，我深有体会。对方还说一定要嫁给我，当时可把我吓坏了。还好不久他就会离开京城，应该永远都不会再见面了吧？难道你有心仪之人了？你对那位女子没有一点心思吗？我没有心仪的女子，不怕子珍兄你笑话，我连女子的手都没碰过。其实对那位心仪我的女子谈不上喜欢，但也不排斥，只是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日久生情，对于不熟悉的人真的没办法成亲。子珍，难道你会跟陌生人成亲吗？如果真可以，你也不会躲到升天国了吧？你说呢？未来会出现心仪的人吗？应该很难吧。那就预祝义兄早日找到心仪之人喽。来，我以茶代酒，喝了这杯。既然你们愿意跟着我这位长姐，那我也要为你们做打算，都说说想法吧。长姐，我想入军营，自幼我喜爱习武，只因父亲并不赞同，所以想习武磨练一番，以后成为大将军，保家卫国。好，这几日便帮你安排进铁血军，爹爹那边我自会去同他讲。不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进去以后从士兵做起，没有任何特殊待遇，没有任何特殊身份，你可愿意？长姐，这正合我意，我要凭自己的本事做出一番成就，证明自己的能力，绝对不会让长姐失望。长姐，我也想习武，想变得跟长姐一样厉害。你也要习武，想清楚了，女子习武可比男子困难百倍不止，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，都要足够坚韧才能够脱颖而出。这样你也愿意习武吗？长姐，我已下定决心，永不退转。好，既然下定决心，那我便支持你，只是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安排，我需要思量一番。宝宝，在做什么呢？宝宝，你怎么这么软呢？又甜又软，好想吃啊！阿策，别闹了，我还有事要做。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坏了？宝宝，是你说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的，你难道不爱吗？我现在也有事情要做。你也有事要做？做什么？做你。宝宝，饿了吗？起来吃点东西啊。有些饿了。宝宝，刚才已经弄脏了，所以我帮你换洗过。我的宝宝真是娇弱呢。你说把翟思莲送到营业门，那不是杀手组织吗？营业门是师父一手建立的，聚宝阁只是其中一个产业，麾下还有结暗杀的血野阁，培养暗卫的刺锋阁。你身边那2个丫头就是从刺锋阁里挑选出来的，所以女子可以送到那里习武训练。改日我让慕容修带她过去便可。你3妹在刺锋阁不会有性命之忧，但是吃苦是肯定的，能走到哪一步全靠她自己。至于翟思天，我让若风带她去军营，这个小事情。谢谢你，阿策，你对我真好。阿策，我要私下见一下慕容修关于那件事，要跟他详谈。好，我来安排。南宫策随后才告诉翟思玉，他一早便会秘密动身去寻找萧石矿，而南宫毅则负责用商贾名义从曹国收购矿石，兵分2路，掩人耳目。翟思玉也知道，如今在京城，他们2人备受关注，绝不能同时消失，所以他只能留下。夜里，南宫策又要了翟思玉无数次，他的每一寸都留下了他的气息。临行前的万般不舍让他欲罢不能。翟思玉紧紧搂着南宫策。阿策，宝宝，等我回来。王妃，今日翟丞相差人过来说，让王妃下午未时去一趟正厅。三小姐上午过来一趟，说下午再过来。还有今日岳之涵出嫁，刚上花轿，岳府就宣布把她逐出族谱，永无瓜葛。稍后去请3小姐、2公子过来。是。长姐，都坐吧，不要这么拘谨。思莲，有个地方只要你愿意吃苦、坚持不懈，必定日后身手不凡，你可愿意？长姐，我愿意。
好，你过来。长姐，它是我的贴身武器，名叫赤血。现在我赠予你，希望你记住今日的选择，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。是，司天。长姐，军营那边已经安排妥当，你尽快择日出发。这是什么武器啊？如此精致，如此小巧。军营里战场上随时都有生命安危，这个袖剑可以危急时刻保住性命。记住以后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施于人前，更不能随意卖弄，也不能觊觎他人，明白了吗？是长姐，我翟思天在此立誓，绝不会暴露袖剑的任何秘密。哎呦，老爷别打了，再打会把玄儿打死的呀，老爷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又是唱的哪出戏？苦肉计。他在正厅外站了一盏茶时间，才大概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从宫宴那晚结束，翟思璇的几个狐朋狗友得知他长姐翟思玉赐婚给了义王，对他一阵讨好拍马，于是就带着几人一起去青楼寻欢作乐，喝酒听曲儿，逍遥快活去了，直接就在青楼宿了2晚。随后一群人又去了赌场，输完了身上的银子，翟思璇就想先一步回府，没想到被几个人激将法说了几句，抹不开面子，硬着头皮便继续开赌。几日功夫输了10几万两白银，一直被扣押在赌场，根本不敢通知府里拿钱赎他。赌场的人考虑到翟思璇的身份，也没对他怎么样。后来发现翟思璇根本没打算通知丞相府，赌场的人便带着借据，带着翟思璇直接找上了丞相府讨要银子。爹爹，今日叫月儿过来，是不是嫁妆已经清点好了？你这个贱人，玉儿娘亲留下的嫁妆，你也敢随意拿来使用？今日我就要休了你，给我滚出丞相府！爹爹这话是何意？为何会动用我娘的嫁妆？翟丞相便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，不过重点突出的是，柳氏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把大夫人的嫁妆拿去抵债了，并不是他所为，都是柳氏背着他做的。既然这样，那现在就开始清点吧，差的部分就用柳姨娘的嫁妆来补就成。柳姨娘肯定也有嫁妆吧？来人，让刘管家去柳氏屋里把房屋地契都拿过来，顺便去清点大夫人的嫁妆明细，弄好以后都拿过来。刘管家动作也挺快，不到1炷香的功夫就把东西都拿来了。秋儿，你去清点一下差哪些。是，王妃。很快账面就核算清楚了，所有的嫁妆差了近几10台的东西，里面的物品有古玩字画、黄金白银、首饰珠宝，商铺庄子地契都在，只是账面上都是亏损。秋儿，算一下这几10台嫁妆折合成现银是多少？是，王妃。一盏茶后，回禀王妃，一共差57万两白银。刘管家，你再算算57万两白银，柳氏的商铺够不够抵销？翟思玉，你这个小贱蹄子，这是我的嫁妆，你凭什么拿商铺抵嫁妆？辱骂我家王妃，该打！翟思玉，你凭什么敢动我的东西？那你凭什么敢动我娘的东西？刘管家，算好了吗？算好了。二夫人有2间繁华地段的3层楼大铺子，可以抵这57万两白银。行，就这2间吧。爹爹觉得这样处理可以吗？玉儿，你真聪明，这样处理非常好，合情合理。这些嫁妆你就自己收着，地契我马上叫人更名到你名下，如何？翟丞相为了表明立场，当即宣布道：柳氏管教子嗣无方，管理后宅无德，管理终归无能。今日交出后宅家印，由7世代为长家，搬出正院，移至冷梅阁居住。刘管家，你来负责此事，今日办妥。是。
翟丞相说完，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跟翟思玉又交代了几句，便离开了正厅。柳氏，当初给我娘下毒的时候，你想过有今日吗？这几年做当家主母，感觉很好吧？是不是身上不痒了，就忘记自己是个爬床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了？你别过来！你走开！你是魔鬼！你走开！不是我害你的，你走开啊！翟思玉停住脚步，疯了，被吓傻了。来人，把柳姨娘抬回去，她病了。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。什么叫好像出城了？手下从翼王府跟出城外，却没发现任何踪迹，所以不太确定是否出城。丞相府翟思玉那边什么情况？丞相府没有异常，翟小姐也没有出府。谁？南宫明转身取下墙上的匕首，匕首上穿着一张纸条。丑时，城外西水坡，有你所需。宣王果然胆识过人，看来没有选错。你找本王何事？当然是合作，不知宣王意下如何？说话的正是七国太子七天昊。你我两国历来战事不断，势不两立，有什么合作可谈？想不到宣王是个如此谨慎之人。你若无事，本王就不需要浪费时间了。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难道宣王不想扫清障碍吗？他今日已出城前往西部，至于做什么尚不可知，这便是我的诚意。你要什么？待宣王掌握兵权之时，助我登上皇位。既然太子殿下有如此诚意，本王岂能驳了这番好意？那么合作愉快，未来的太子殿下。歌风，今夜宿在山间，等下继续赶路，经过小镇适当补充干粮即可。是，属下领命。此刻空中发出一声高亢而尖锐的鸣叫，南宫策听闻陡然睁开双眼，双眸深瞳微缩，全身赫然紧绷。这是若野给他传信的海东青，难道京城出事了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翟思玉，因为若野是待在他身边的，难道玉儿出事了？南宫策赶快摸出怀里的玉兽哨，放在嘴边吹动了几次。海东青俯冲而下，盘旋了几圈，落在南宫策的手臂上。他迫不及待取下信件，眉头紧锁，心跳的前所未有的快，害怕看到不好的消息。亲爱的阿策，意不意外？惊不惊喜？我是你的宝宝小玉儿。你走后我好想你啊，想你身上的味道，想你温暖的怀抱，总之全身上下都想。我在京城乖乖等你回来，不用担心我。你要注意休息，保重身体，要好好吃饭。回来如果瘦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阿策亲亲，阿策抱抱，阿策起高高，我等你回来爱我。南宫策看完这封撒娇卖萌的信后，不由小腹一紧，身体居然起了反应，嘴角荡起一抹幅度。该死的小妖精，这么远还飞檐传信撩拨我，不过我好喜欢呢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。三嫂，你来了。三嫂，你笑什么呀？我说，你早上起来都不照统计的吗？什么事让你彻夜难眠啊？这怎么能给三嫂说呢？彻夜想着子珍的双眼，不行不行，打死都不能说。这小子一定心里有事，从眼神和动作分析，应该不是大事，那就应该是难以之事。看他闪躲的小眼神又不开口说，证明是说不出口的秘密。如果是女子，那应该是害羞，不应该是慌乱。那真相只有一个，对方是男子。三嫂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昨夜没休息好而已。看看他结巴上了，这不就是明显在解释吗？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事实，事实就是罪恶的开始。你最近是不是结交了新朋友？南宫毅在翟思玉的审问下，全被套了出来。你找人给那位雅子真公子捎个信，我们的商铺也有些货，要从曹国采购，让他现在过来一起用个午膳详谈。这分明就是个女子啊，怎么这么眼熟？在哪里见过？这护军没看出来，他难道脸盲吗？翟思玉忽然想起宫宴上那位吵吵着要嫁给南宫毅的曹国小公主，曹雅子珍。
翟思玉悟了。南宫翊看见雅子珍一下就来精神了，立刻起身迎上前。子珍，这位是我三嫂。三嫂，这位就是我的好友雅子珍。翟思玉看着曹雅，眼神似笑非笑，一副看好戏的表情。曹雅则是给翟思玉眨了眨眼，示意他帮自己保密。翟思玉全程嘴角挂着一抹笑，看着两个黑眼圈在那儿互动。三人用完午膳，雅子珍就跟南宫翊提出告辞，反正明日还要见面。南宫翊也就没有多挽留，便送走了雅子珍。三嫂，你不是说要问子珍兄收购货物的事吗？怎么刚才一直没提呀？那个不着急，我们现在先说正事。接下来一个时辰，翟思玉把自己写好的开业前细则全部给南宫翊详细的交代了一遍。王妃，王爷来消息了。无期如月，汝君安勿眠，择日归期之，待夫车爱之。宝宝，为父思念你。说言。王妃有何吩咐？昨日新研制的引气丹，你觉得如何？你可是第一个体验它效果的人。王妃，此丹强于普通引气丹数百倍不止，如用于暗杀逃匿，绝对无人能及，除非遇到超出世间武功之高人。你说小白能把这药丸带在身上，给王爷送过去吗？这海东青一直是竹筒系于脚处，还没带过药丸，属下马上去研究一下。好啦，小白，这次要辛苦你了，下次回来给你准备好吃的，去吧。救命！有人吗？救救我！大家，救命！救救我！洛风毫无犹豫，纵身一跃而起，冲向扑面而来的几只巨虎。他的任务是保护王爷，并不是救什么女子。那位女子狼狈地摔在地上，得到了片刻的喘息，身子不停地哆嗦，惊恐的双眼看着正在跟猛兽搏斗的男子，重重松了一口气，又转头看了一眼南宫侧的方向，拖着受伤的身体向那边移动。洛风对付几只猛虎，如果在平日，那真的是轻松加愉快，几刀就能解决掉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他们是在深山森林里，如果把猛虎斩杀，血腥味势必会引来狼群。祁隆山脉的狼群那可是出了名的凶猛，数量众多，不过他们不轻易出现，就算猛虎遇上了也是难逃一死。他不敢大意，手上运用内力捡起地上的石子儿，精准地打在猛虎的双眼上。约一盏茶时间后，几只猛虎被各个击退，眼睛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，哀嚎几声，匆匆逃入了树林。别动，否则一刀杀了你。大家不要杀我！小女是周边小镇的人，今日跟父亲进山采药，不幸迷路走散，后来不知怎么就遇到了猛虎，一路逃来此处，幸亏大侠出手相救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只有……你走吧，赶快起身离开，不需要你的报答。大侠，让小女子跟着你好不好吗？万一又遇到猛虎，我可就没命了。那女子声音软弱无骨，虚无缥缈，带着一丝丝魅惑，入耳能扰乱心神，脑里不停回荡着她的声音。摄魂魅术。南宫侧此时抬起手，一记袖风甩了过去，那名女子被扇到10米开外。此时洛风从愣神中惊醒过来，他刚才是怎么了？为什么想靠近那位女子？脑海里都是把她留下的画面，还想跟她滚床单。这位公子为何动手啊？我只是一位弱女子，没想到你如此狠心。谁让你来的？他身体不停地扭动，双手却在身后快速掐诀。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对南宫侧下咒，让他慢慢失去本心，最终承受噬骨钻心之痛，被痛苦折磨致死。此咒名为噬心咒。四弟，这两位是你朋友吗？完了，二哥怎么过来了？千万不要暴露身份，我必须给他打个招呼。哈哈，居然碰到了南宫萧，这才有好戏看了。怎么办？二皇子怎么来了？他不会认出我来吧？我好紧张。二哥，这些是我刚认识的朋友，他们不知道我的身份，只知道我叫南逸，希望二哥帮我保密啊。子珍、子晨，这位是我二哥南萧。几句寒暄后，曹雅开始了她的表演，大忽悠自我介绍。
南宫萧似乎察觉到对面一道炙热的目光时不时落在他身上，当他看过去时，又迅速移开。对于这种目光，他并不陌生，一般都是来自女子。今日这是什么情况？南宫萧抬眸仔细扫过二人，便轻轻移开了视线。这两位公子身形修长单薄，面容清秀白皙，眉眼间透着清雅贵气，一双手纤细如玉，这一看显然就是女子。他又转头看了一眼南宫翊，显然他四弟完全没有看出来，一副称兄道弟酒逢知己的模样。他低头握拳轻笑，笑而不语，只觉得那道炙热的目光，那双眼睛似曾相识。哦，子辰公子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我觉得你很眼熟。你我并未曾见过，不过我也觉得萧公子有些眼熟。说完，快速低下头，喝着杯中的茶，轻轻吐了一口气。一九，我会在京城里逗留一些时日，如想找我聊天品茗，可以去八方客栈给掌柜捎个信便可。那下次一定由我做东，请子珍兄吃个便饭，尽我地主之谊。怎么样啊？今日生活不错吧？我就说了，要出门才会有机会。确实如此，我以后不会再退缩，就算结果不如预期，至少不会让自己后悔。可以呀，不愧是陈国公主，悟性挺高啊，才出去一趟就想明白了。